各位康寿晚年的朋友，我是陈美珠，今天聊聊一个实际话题。很多华人朋友想领美国社安金回国养老，觉得汇率划算，生活方便，听起来很完美，但请先别急着买机票，这计划里藏着不少看不见的坑。我见过太多长辈高高兴兴回国，不久却发现退休金突然停发，账户冻结，70、80岁还得飞回美国奔波处理，非常折腾。所以无论你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如果打算常驻中国并继续领取社安金，离境前必须办妥以下3件事，这关乎你未来几十年养老的安稳，是晚年生活的关键保障。我们康寿晚年频道就是要把这些切身大事给大家讲清楚，请一定认真听好，提前准备，避免后顾之忧。那咱们首先就得解开心里头最大的一个疙瘩，人都不在美国了，我领这个钱它到底合不合法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先把心放回肚子里，答案是肯定的，合法。美国社会安全局的官方规定里，并没有白纸黑字说你必须住在美国本土才能领钱。但是呢，这背后有一大堆的条件和规矩，对你的居住地、你的身份状态，以及你能不能及时回应他们的核查，要求非常严格。很多人都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银行账户开着，钱自然就会每个月滚进来，这可是大错特错了。美国政府最怕也最谨慎的一件事，就是把钱发错了人，特别是发给了已经过世的人。所以他们的系统一旦监测到你长期没有在美国境内的消费记录，或者联系不上你，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不是慢慢找你问清楚，而是直接立刻马上暂停发放你的福利，先停了再说，等你主动找上门来证明自己还活着，还符合资格，这一停可就不是1天2天了，短则3、4个月，长则半年、1年，这期间你的现金流一下子就断了。对于全靠这份钱过日子的老人来说，那真是要了命了。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让这种糟心事发生。你得在登上回国飞机之前，就把一道坚固的防火墙给建起来。这第一件头等大事，听起来简单，但里面全是细节，那就是搞定你收钱的管道，彻底告别纸质支票，并且解决掉远距离的验证难题。很多老一辈的华人朋友可能还是更习惯收到一张实体的支票，觉得拿在手里踏实，去银行存进去有个凭证。陈美珠在这里要非常郑重地告诉大家，如果你计划回国常住，请在离开美国前务必要把领取社安金的方式从邮寄支票改成直接存款，也就是让钱直接打进你的美国银行账户。为什么呢？因为把支票寄到中国的风险高到你无法承受，国际平信的丢失率、延误率根本不是你我能控制的。你想想看，你在国内等着这笔钱付医药费或者生活费，结果那个月的支票在太平洋上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或者干脆就被邮局弄丢了，你上哪儿找去？就算你千辛万苦收到了支票，现在国内大部分银行对境外支票的兑换处理都非常严格。手续费高不说，光是托收这个流程，等上1个月资金才能到你账上是常事，这中间的时间成本和精神焦虑太折磨人了。所以直接存款是唯一可靠的选择，但是这里头藏着一个天大的细节，很多博主根本不会告诉你，那就是你回国之后怎么去管理你这个用来收钱的美国银行账户。你可能会说，我有网上银行和手机 APP 啊，怕什么？朋友，时代不同了，现在美国银行的网络安全级别非常高，当你人回到中国，用中国的网络 IP 地址去登录你的美国银行账户时，十有八九会立刻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银行电脑会觉得，哇，这个账户怎么突然从中国登录了，是不是被盗了？为了保护你的资金安全，它啪的一下就把你的账户给临时锁住了。
这时候你需要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热线去解锁。国际长途电话费贵不贵咱先不说，光是这通电话就够你头疼的。你得算着时差，在半夜3更美国上班时间打过去，你可能得用英语和客服沟通。最要命的是，银行为了确认是你本人，通常会要求发送一个短信验证码到你账户预留的美国手机号上。问题的关键来了，你回国之后，那个美国的手机号码你还保留着吗？如果你觉得用不上了，把它注销了，那你就彻底收不到这个验证码了。收不到验证码，你的网银就登录不上去，你就没法管理账户，甚至没法查看钱到底到账没有。时间一长，账户没有任何活动，还可能被银行列为休眠账户，处理起来更麻烦。所以在离境前，针对银行账户，你必须做好2步关键操作的一步，亲自去一趟你的银行，或者打电话给你的客户经理，明确告诉他们，我即将有一段时间在海外居住，主要是中国，请在我的账户备注里记录一下这个情况，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账户被意外锁定的概率。第2步就是解决手机号这个命门。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注销你的美国手机号，你可以把它转到像 T-Mobile、ATT 那种很便宜的预付费套餐，每个月可能就花10几20美元保号，或者更好的是把它转移到 Google Voice 这类网络电话服务上，这样你在中国只要连着 Wi-Fi 就能通过 APP 接听电话和接收短信，确保能拿到银行发来的验证码。这把钥匙你可千万保管好了，要是丢了，金库里有再多钱你也取不出来。讲完这第一件大事，如果你觉得陈美珠刚才说的关于银行的提醒对你有用，请先帮我点个赞，你的这个小小举动能让更多打算回国养老的华人朋友看到这条视频，帮他们保住至关重要的养老钱。好了，咱们接着讲的2件必须办好的事。这件事直接关系到社安局会不会主动切断你的福利发放，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填写并提交你的离境声明，也就是 SSA-21 表格，并且彻底搞清楚你自己身份所带来的限制。很多人喜欢用鸵鸟策略，觉得我不声不响的走，社安局怎么会知道呢？千万别低估现在的大数据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虽然社安局和海关出入境系统不一定是实时联网的，但如果你长期在海外使用美国的信用卡消费，或者你更新了护照信息，或者你错过了社安局寄来的某封重要信件没有回复，他们很容易就能推断出你已经长期不在美国了。一旦被他们认定你是未申报离境，那后果就严重了，不仅仅是暂停发钱那么简单，还可能被怀疑福利欺诈，要求你把之前多领的钱退回来。所以坦诚主动的申报才是最聪明最稳妥的策略。你需要在离开美国之前通知社安局你将要居住的新地址，这个地址填中国的居住地址是完全没问题的，社安局是允许把钱汇到海外账户的。你需要填写的表格就是 SSA-21， 全称叫做 Supplement Claim a Person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这张表的核心意思就是告诉美国政府，我要出国居住了，但我仍然符合领取社安金的资格，请继续把钱发给我，打到我的银行账户里。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水岭，那就是你的身份。如果你已经是美国公民，那么恭喜你，你的自由度非常大。基本上，无论你在中国住多久，住几年，甚至10几年，都不会影响你领取社安金的资格。只要你不是住在美国制裁的几个特定国家，但如果你是绿卡持有者，也就是永久居民，情况就复杂得多了。绿卡身份有一个很硬的规矩，如果你在美国境外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你的社安金发放通常就会自动停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拿绿卡的老人不得不像候鸟一样，每半年飞回美国一次，俗称跑卡。
这趟飞行不仅仅是为了保住你的绿卡身份不失效，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住你这份社安金不被切断。当然，事情总有例外，美国和一些国家签有社会保障协议，或者你满足一个关键的工作年限要求，你在美国工作并缴纳社保税满10年，也就是积累了40个学分。如果你以绿卡身份，但已经攒够了这40个学分，那么即使你长期住在国外，也是可以继续领取社安金的。所以，这第二件事的核心在于离境前的自我审查，拿出你过去的工资单记录，登录社安局的官网，仔细查清楚你的工作积分到底够不够40个。如果你是绿卡，积分又不够，那你回国常住的计划就要格外小心，很可能6个月后钱就停了。如果你积分够了，或者你是公民，那就大大方方的去填 SSA 21表格，把你的联系地址更新成你国内的住址，确保社安局有任何通知都能寄到你手上。为什么收信这么重要？这就引出了我们最要害，也最容易出问题的第3件事。在讲这第3件要命的事之前，我想请各位朋友现在就点一下订阅，关注康寿晚年频道。因为社安金、移民这些政策每年都在细微调整，这类关乎我们钱袋子和身份的信息，错过一条更新，损失的可能就是成千上万美元。订阅我，陈美珠会持续为大家追踪解读最新的政策变化。好，这第3件必须办好的事，叫做做好接收和回复生存证明的万全准备。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所有居住在海外的退休人士的年度噩梦。美国社安局为了严防冒领去世人士的福利，会不定期地向所有居住在海外的受益人寄送一份表格，代号是 Form 7162。这份表格的内容简单到令人发指，基本上就是问你还活着吗？你结婚状态改变了吗？你有没有在做有收入的工作？你的地址变了吗？问题虽简单，但这张纸的杀伤力是核弹级别的，因为它完全依赖最不靠谱的国际邮政系统。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社安局从美国某个服务中心用平信的方式寄出一封信给你在中国的家庭地址，这封信要漂洋过海，经过无数个分拣中心，最终指望中国的邮递员准确无误地投递到你家的信箱里，这中间的丢件率、错投率有多高？很多老人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封信存在，或者因为搬家了，小区信箱管理混乱，邮递员投递错误等原因，压根就没见过这封信长什么样。而社安局的逻辑是霸道又简单的，我寄信给你了，如果你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把填好的表格寄回给我，那我就默认你可能已经去世或者彻底失联了，然后系统会自动无情地暂停发放你的社安金。等你发现前好几个月没到账，再辗转联系上社安局时，往往已经过去小半年了。要恢复发放，你需要重新填一堆表格，甚至可能需要你本人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当着领事官员的面签字，公证你还活着。流程繁琐复杂，整个处理下来拖个半年以上是家常便饭。这半年没有1分钱收入，对依赖这笔钱生活的老人来说，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都是巨大的。所以离境前这第3件事，就是要布好一个局，确保你能稳稳地接到这份生存证明，并成功寄回去。你有几个策略可以选择。第一，如果你在美国还有成年的子女或者非常靠谱的亲戚朋友，你可以把社安局所有的通信地址都留成这位亲友的地址，让他们成为你的美国通信驿站。他们一收到社安局的信，立刻拍照或扫描发微信给你，你填好签好字，再快递寄回美国，让他们帮你用美国国内邮件寄回给社安局，这是最稳妥、最推荐的方法，因为美国境内的邮件丢失率极低。第二，如果你在美国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只能留中国地址，
那么请务必确保这个地址的英文翻译准确无误，最好能附上一个中国的手机号码。同时你要养成一个条件反射般的习惯，每年固定一个时间主动去想一想这件事。如果你已经超过1年没收到任何表格了，千万别暗自高兴，反而要警惕起来。你应该主动联系社安局，询问他们是否在近期给你寄过表格，以免因为邮件丢失而遭停发。现在社安局也在慢慢推广在线服务，但在全面电子化之前，这张要命的纸质表格依然是我们海外退休人士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除了以上3件核心大事，陈美珠还有一个隐藏的省钱秘籍想送给大家，这也是很多离境华人完全忽略掉的一笔钱，那就是关于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蓝卡。很多华人朋友在美国退休后都办理了红蓝卡，大家要知道，红蓝卡的 B 部分，也就是负责看医生、门诊检查的那部分，每个月是要从你的社安金里自动扣除保费的。现在每个月大概要170多美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一年下来就是2000多美元，换成人民币是1万好几千块呢。但是你必须了解一个关键事实，美国的红蓝卡一旦你离开美国国境，它在医疗报销方面基本上就失灵了，它不报销你在中国的看病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定决心长期定居中国，1年甚至几年都不回美国一次，那么你每个月交的这170多美元 B 部分保费，就等于是在白白扔进水里，完全享受不到任何服务。所以在离境前，你可以认真考虑申请暂停你的红蓝卡 B 部分，这样操作之后，你的社安金每个月到账的金额就能立刻多出170多美元。这笔钱你在国内可以用来购买一份相当不错的商业医疗保险，或者干脆存起来作为专门的医疗基金。当然，陈美珠必须给你一个重要的风险提示，这个操作不是可逆无损的。如果你将来改变主意，又搬回美国长期居住，想重新加入 B 部分，你会面临罚款。每推迟加入1年，你的 B 部分月保费就会永久性的上涨 10%。所以这个操作最适合那些已经铁了心要在国内常住养老，或者身体非常硬朗，觉得在国内看病更便宜方便的朋友。你需要自己好好算一笔长期账，权衡利弊。但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选项的存在，因为太多人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原来是可以省下来的。说完了省钱，咱们还得聊聊那个让所有海外美国人和绿卡持有者都心头一紧的话题——税务。很多人有个天大的误解，觉得我人都走了，美国的税就跟我没关系了，大错特错。美国是全球征税的国家，只要你还保留着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身份，理论上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赚到的钱，包括你的社安金，都需要向美国国税局申报。当然，具体到社安金本身要不要交税，取决于你的综合收入。如果你在国内没有其他收入，只有这一份社安金，那么这笔钱很多时候是免税的，或者税率很低。但是如果你在国内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出租房子的租金、国内的退休工资、投资理财的收益等等，这些收入加在一起，可能会把你总收入的门槛推高，从而导致你的部分社安金需要被征税。而且中美之间是有税收协定的，具体怎么申报才能合法的避免被两国重复征税，这里面的技巧非常专业。陈美珠强烈建议大家在离境前花点钱咨询一下精通中美税务的会计师，做一个规划。千万不要抱着我不申报谁也发现不了的侥幸心理。现在全球金融信息交换越来越透明，一旦被 IRS 查到你有意逃税，那笔罚款可能会吞掉你好几年的退休金，得不偿失。最后陈美珠想和大家说说心里话。我们今天絮絮叨叨讲了这么多，又是银行，又是表格，又是生存证明的，听起来好像挺繁琐，挺麻烦的。我们做这一切到底图个什么呢？我想我们图的不仅仅只是每个月账上那几千美元的数字变化，我们图的是一份在晚年能够自己掌控生活的尊严和底气。
退休回国听起来是叶落归根，很浪漫，但真正过起来，文化上的再次适应，生活习惯的重新调试，甚至和已经在国内成家的子女之间关系的磨合，处处都是挑战。在这种充满变数的生活里，那一笔每个月准时可靠到账的美元退休金，就是你生活中最大的定海神针。它意味着你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不需要伸手向子女要生活费，意味着当你身体不舒服时，有能力自己选择更好的医院和药物，意味着你可以毫不犹豫地买张机票，去看看老同学，或者实现一个年轻时未完成的小小旅行梦想。这份钱是你年轻时用汗水、用岁月、用奋斗一点一滴换来的，是你绝对应得的权益。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者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搞不懂这些流程，就放弃了对自己权益的维护和掌控。把银行账户和手机验证的管道打通，把离境的声明老老实实提交上去。把接收生存证明这条生命线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把不该交的医疗保险费合理的停掉，把这关键的几步走稳了，走扎实了，你的退休生活才能真正的安心、舒心、放心。很多时候啊，信息就是财富，信息差就是陷阱。你今天花20-30分钟听我陈美珠在这里把前因后果、细枝末节都讲透，未来可能为你避免的是数不清的麻烦，省下的是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的损失，这难道不是你这辈子最划算的一次投资吗？我真心希望每一位在海外辛劳了一辈子的华人同胞，无论你最终选择在哪安度晚年，都能过得体体面面、踏踏实实、从从容容。这也是我创办康寿晚年这个频道最原始的初心。如果你身边也有正在规划回国养老的朋友，或者你的父母长辈正有这样的打算，请你一定要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他们看看，这可能就是他们当下最需要的一颗定心丸。你要知道，这条路虽然有一些沟沟坎坎，但只要我们提前拿到了地图，点亮了灯笼，就能稳稳当当地走过去。而我陈美珠就愿意做那个为大家掌灯指路的人。今天的内容信息量很大，建议大家收藏起来，或者有空的时候再听一遍。把这3个关键点：管道、申报、生存证明记在你的小本子上，离境前一件一件去落实。离境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细致，你回国之后的日子就能过得越逍遥越自在。好啦，我是陈美珠，咱们康寿晚年频道的分享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对社安金、海外退休或者相关的政策还有任何具体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解答，或者在未来的视频里专门做答疑合集。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关乎你切身利益的重要提醒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